现代人厨房里面用的盐，究竟需要用加碘的盐，还是要用不加碘的盐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自己也很好奇哈。要不要加碘？盐里面加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它常常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，盐里面才要加碘的。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。在20世纪以前，很多住在内陆或者是住在山区的居民啊，他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海产品啊，所以呢，他碘呢摄入严重不足，导致了大面积的地方出现大脖子病啊、甲状腺肿大，这样的人很多。他同时也会有一种病叫做克丁病，克丁病是导致儿童智力低下、缺碘的人群数量很庞大。所以呢，在1920年代开始，全球范围内很多的国家开始推动食用盐里面加碘，那把碘加到盐里面，盐嘛，你吃饭天天都要用的，所以呢，非常大的改善了缺乏碘产生的疾病的这个问题。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，当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审视这个问题，今天还需要人人吃加碘盐吗？答案是什么呢？不一定，要看你自己的饮食习惯跟你的饮食文化是什么。你缺碘的可能性高不高？因为现在交通发达嘛，你沿海的食物送到内地去，不像从前呢有困难的。当然，现代城市的人群，特别是沿海的，或者是你的饮食本来就丰富多样的，碘的摄入来源呢，远远不只是盐了，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来源呢。你吃紫菜啦，吃海带啦，海里面的产品啦，鱼类啊、贝类啊，它都天然的含碘的。所以如果说你经常吃海鲜，或者是偶尔弄一点紫菜啦、海苔回来当零食吃，估计你碘是够的。我们人的身体对碘的需求量不是很大的。乳制品里面，因为奶牛的饲料里面经常会加碘，所以乳制品里面碘的含量不低。加工食品里面都是用加碘的盐，如果你喜欢吃加工食品的话，你不需要再更多了。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大家吃精加工的食品。另外一个，如果你有在吃营养补充剂，特别是复合型的，比方说多种维生素，里面通常都有碘，或者是多种矿物质，通常里面都会有碘。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，你平常饮食里面或者是补充剂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碘了。这个时候我们食用盐里面还需不需要加碘，是可以斟酌的了。所以现代城市居民他比较容易出现碘过量，或者是碘的波动幅度过大的问题了，尤其是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，桥本啦，就是甲减啦、甲亢啦，对这个事情呢就比较敏感了。加碘盐如果你吃多了，意思就是你食物里面碘本来就很多，然后你用的盐里面也加了碘了，你有可能碘过量了。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桥本了，就是甲减了。桥本的人呢，他如果碘过多的话，会加重他自体免疫攻击的。所以一般来说，甲减的人呢，不建议他吃加了碘的盐。另外一个甲亢的碘的波动太大了，会刺激他甲状腺素的合成，也会增加它的风险。所以甲亢的人呢，碘不宜波动过大，所以稳定的碘的摄入。所以你要注意了，如果你很喜欢吃紫菜啦、海带啦，那么你再加盐，你要注意波动，自己要知道控制，自己要知道调整了。孕妇呢，食物里面要适当的加碘的，当然比较理想的是来自于天然的食物比较合适，不要过度的依赖盐了。另外就是长期大量吃加工食品的人，你已经吃了很多的碘了，再加碘你就可能超了。我跟大家做的只是一个知识上的分享，具体的结论和决定呢，如果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，你要跟你的医生好好的探讨这件事情。我们一般的建议，根据不同的人群，盐应该如何使用呢？一般人群啊，如果你住在内陆，你也不是经常吃海鲜的话，那么你适量的使用加点盐是合适的，也有需要的，因为你摄入的机会比较少。住在城市里面的人，经常吃海鲜的人，你经常吃乳制品，比方说酸奶啦、芝士啦，还有你偶尔也吃加工食品的话，你不一定需要吃加点盐的。另外呢，有甲亢还有甲减这种甲状腺疾病的人呢，理论上来说是要避免吃加碘盐的，可是呢，最好你请教一下你的医生，比较靠谱。再来就是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，食物里面是需要有一点适量的补充碘的，所以你们吃加了碘的盐呢是合适的。当然更建议大家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碘。再来就是生酮还有吃比较健康饮食的人群呢，其实我们时不时的摄入一些紫菜啦、海带啦就非常理想了。如果你愿意在这方面在饮食上多注意的话，你也不需要吃加碘的盐。这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出来不同的建议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东西全部都讲完了以后，到时候你们了，
我自己都会觉得，那我到底要不要加？那我们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呢？我跟各位说，比较合理的比较安全的解决方案是你家里面2种盐都备，你备无碘盐，你也备加碘盐，然后呢你交替使用，今天明天你用无碘盐，后天大后天你用加碘盐，这样做的结果是你不会缺，你也不会过量。如果你今天吃了很多的海带，你今天吃了紫菜，你今天就用无碘盐，你在有这个知识为基础的状态下，你自己去做选择。所以2种盐都备着，我觉得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那怎么知道自己碘的够了还是不够了呢？你可以自我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啊。如果你甲状腺肿胀了，如果你出现心悸了，如果你情绪波动比较厉害了，皮肤很干燥了，怕冷了或怕热了，这些异常的情况的话，你可以去观察判断一下自己碘多了碘少了的可能性，这是可以给你做了一些这个判断的依据的。除了加碘跟不加碘以外的，还有我们在用盐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些问题啊。矿物盐呢，海盐呢，盐呢，喜马拉雅盐呢，究竟哪个好哪个不好？现在这个年代好与不好已经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了。我们平时买的精制盐是从海里面提炼出来的盐，然后拿去精制的，里面只有氯化钠，没有任何其他的矿物质了。原本实实在在的海盐里面它有70多种微量的矿物质，真正的海盐显然对于微量矿物质的补充是很有帮助的，但是它的风险是什么呢？它的风险是它被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，所以它有取舍的问题，所以呢比较难决定。矿物盐呢来自于天然的岩石，它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的。矿物盐呢它有很多微量的矿物质是我们身体需要的，我个人觉得矿物盐非常的好。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岩石里面的盐，盐呢是从地壳很深很深的古海洋的盐矿里面开采出来的，这种盐的稳定性很高，杂质很少，几乎不含碘，它的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，所以盐也相当不错。喜马拉雅的粉盐呢大多数都是在巴基斯坦开采的，实际上它那个粉的颜色其实呢是来自于氧化铁锈，所以它含铁含铁含锌这些微量元素，它不含碘，所以喜马拉雅盐好不好呢？也不错喜马拉雅盐也是我家里面一部分，我并不经常用，但是我家里面有用喜马拉雅盐。用喜马拉雅盐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时候会注意，你用完了以后里面会有粉色的东西沉淀下来，它不溶解，有一部分东西不会溶解再来就是非精制盐呢，非精制盐就是原始的盐呢，没有经过脱色，没有经过染色，没有加任何抗结剂的，它是含天然矿物质的，可是它不稳定，它容易受污染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矿物盐、盐、喜马拉雅盐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。OK， 这是我们从各种各样不同的盐的角度来看，哪一种盐比较适合我们吃，大家可以拿去做参考。